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和别人交谈的时候，然后对方问了一个问题，你好像没听清楚，就想让对方再重复一遍，但是还没等对方再说一遍的时候，你就已经像是想起来了什么，然后就跟对方回答了这个他刚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有，不过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是我一个朋友阿鲁，他经常就这样。我每次跟他就经常性吧，我跟他讲话就讲了一大段，然后他好像没听清，然后要我再说一句，然后我还没开始说，他就突然间反应过来了，说哦，你这个是什么怎么样，就打断了我的话，让我很难受。对，这个的话就叫做瞬时记忆，就是你一开始听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已经存在了你的脑子里面，但是你只是一开始还没理解，所以等到你大脑经过处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他一开始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就是阿鲁这个人反应比较迟钝，他可能的确比较迟钝。瞬时记忆也可以说是感官记忆，就是说记忆里面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它存在的时间极短，大概只有1秒左右，但是它能接收的内容极多，而且非常的精确。只要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在这个瞬时记忆上面，你就很容易就会把它忘掉。那么这种瞬时记忆有什么用呢？可以说它组成了你当前的感受，比如说就是视觉上的瞬时记忆。举个例子，就是像别人在玩仙女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别人用仙女棒在空中挥舞着，就能看到他在写的这个字。但是实际上这当然不是因为光在空中停留了，而是你的瞬时记忆记住了这个光挥舞的这个轨迹，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个仙女棒在这个空中挥舞的样子。这每个人都能做到吗？还是一些特定的？对，每个人都能做到。工作记忆的话呢，可以理解为是大脑中的一个办公室，有点像是你的意识需要一个额外的空间来储存你当前正在想的这些事情，而它储存的记忆呢，又可以说是从长期记忆里面提取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你现在正在想的东西，包括了你知道的一些知识，像是心算就会需要用到这个工作记忆。那么这个工作记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完成当前你要完成的一个小的目标，像是你要去买菜，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1个亿小目标或者说去加油，或者说要做饭，这些都是你当前要做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记忆长度方面的话呢，工作记忆大概也只能记住几秒到1分钟左右的事情，有些人的工作记忆就要比普通人要强很多，所以说这些人的话就是说特别擅长讲故事，或者说是提问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记忆可以让他们在当前的思考下想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过就是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吵完后回家了，躺在床上就想我当时如果那样反驳他就好了，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有，每次碰不过那些键盘侠的时候就特别懊恼，在床上躺着所以这些键盘侠他们就是工作记忆特别强的一群人。对，没错，这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工作记忆不够强，就没办法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思考说各种各样的喷人的方法来吵赢。对，所以说不要和工作记忆强的人吵架。我当不了键盘侠了，别当了还有就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本来你是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但是你走到一半突然想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来着？我本来要过来干嘛？然后就得回到之前所在的房间，然后再走一遍才能想起来说自己好像是要去倒一杯水喝之类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个也是因为说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你的工作记忆上，于是这一段你的目标就消失了。有一种失忆症就很有意思，叫做顺行性遗忘症。你没办法再储存新的记忆，但是呢，你的工作记忆和你的短期记忆还是完好无损的。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这边聊天，假如说你有这个疾病，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聊到一半，聊了5分钟左右，你一转头再转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你为什么坐在这里，我们正在聊什么，就你变成了一个只能活在当下的人，不会记得你之后会做的任何事情，变成一条金鱼，差不多。但是假如说这个每5分钟我就一直教你弹钢琴，你可能几年后你真的学会弹钢琴了，但是你根本就不会记得说你学会弹钢琴这件事情。就是假如有一天你学会后，我带你去弹钢琴，你觉得自己不会，但是你一上手你就发现你弹得特别好。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讲的这么一个顺行性遗忘症，叫做记忆碎片。诺兰拍的那部是吧？对，一个小成本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男主他就是有这种顺行性遗忘症，采用了一种倒叙和闪回的拍摄方式，就如果你只看一遍的话可能看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如果说你看了2遍，你就会知道说这一整段的剧情原来说是男主角有这么一个疾病，故事剧情就比较扑朔迷离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短期记忆好了。短期记忆的话呢，差不多可以记住几秒到几分钟的事情，而容量方面它只能记住大概7个单位左右。举个例子好了，我给你一串数字，看一下能不能在5秒钟之内背下来。OK， 时间到，数字那个顺序不限都可以哦。
618441，然后忘了，是不是很困难？对，5秒我就大概只能读2遍。对，差不多。但是假如说我把这个数字的顺序改变一下，再给5秒钟背下来。好，来试一下。16263451289。对，没错，是不是简单很多？对，因为一开始我给你的这串数字它是由11个单位组成的，所以说就很难记，因为我们一般只能记住大概7个左右，就7加2或者减2这样。但是如果说把这个顺序改变一下，变成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是电话号码的形象，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626是蛮常见的电话号码开头，所以说1626就是一个单位，345因为很好记就是也是一个单位了，然后接下来就是1289，就分为说因为它12和89都是一个连串的嘛，就等于说变成了1626、345、1289。就这一串变得很好记，所以说仅仅只是改变这个信息的排序方式，就可以让我们的短期记忆记住相当多的信息。这个技巧的话叫做组块，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用这种信息处理方式。那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中西方的一个差别，就是在写电话号码字上面，因为美国这边它是有括号跟破折号来区分开，然后大部分美国人他们记电话号码就是334的方式，就前面3个，中间3个，后面4个一起记。然后但是国内它是11位，而且国内它写的时候它也没有跟美国一样的方式来就把它们分成几段来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前面3个可能会比较固定，就135啊131这些可能比较固定，然后后面那些都是非常的不固定的，不像这边的，所以导致国内很多人背电话号码的时候他们就是用335的方法背，或者就是344的方法背，就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我一个朋友他是这么背的，他是533好像还是或者是3224之类乱七八糟的，就这些东西它跟这个短期记忆有什么联系啊？这种它都属于组块的方式，就等于说你只要用你比较熟悉的方法来记就都可以，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熟悉说334的，那国内可能说335或者说553之类，你说的就是说只要是他们熟悉的这种记忆方式，那都可以使用，都可以帮助他们记住这种信息。那么存在短期记忆的信息的话呢，如果不加以复述的话，就等于说你经常背的话就很容易会忘掉。目前世界上排名第1的记忆冠军是一个叫做 Rai Song Ai 的一个北韩女生，她呢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记住4620位的数字，位不是个，对，位不是个。那第2名的话是一个叫做韦庆如的一个中国女生，她的记录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记住416张扑克牌的顺序，就是赌圣。赌圣，实际上就是说排名前6的都是女生，就女生的记忆力真的很好那他们记那个纪念日啊什么的也比男生记得清。那这么说的话，女生就不应该忘记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但男生是可以忘记的，因为女生都是一些记忆力比较好的人。对，记忆力太好了。对啊，男朋友犯了任何错他们都可以记得住。那今天的话就也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成为一个记忆冠军。这就是我期待了很久的环节。其实加强记忆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就是联想法、故事法，还有定妆法。我们刚刚说的2个记忆冠军，他们其实也是用的这种方法。联想法就是说你要把你要记的内容和一个形象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像是记这个扑克牌顺序的这些参赛选手，他们都会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方法。就举个例子好了，首先他们一般会做的就是先把52个卡片都转换成数字或者说是字母，就比如说黑桃1，那就是等于说是1，因为黑桃底下有一个根嘛。红桃就等于说是2，因为红桃是有2个那个半圆。然后梅花就等于说是3，因为梅花是有3个花瓣。然后方块就是4嘛，因为它是一个4边形有4个角。所以说当他们要记一张牌的时候，比如说黑桃7就变成了说要记17，因为黑桃是1嘛，就得说17。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你要把这个17这个数字再用自己的方法来给它一个含义，就比如说在我听起来17就听起来像是石器，就石器时代的石器，那我就会想说黑桃7就像是一个石器时代的一个人，就是拿着一个斧头那种去追奔马象之类的这种形象。又或者说17这个数字组合起来看起来就像是一道门，你就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个属于自己说比较特别的一道门。再或者就是说假如说17这个数字跟他们的生日或者什么重要的日子有关，那他们也可以用那一天来代替这个黑桃7这个数字。总之这一部分就需要你自己的想象力。当你有了完整的一个52个扑克牌的含义之后，你就等于说有了自己的一个字典。当你建立了你这么一个字典之后，你要记一串扑克牌的时候，你就像是说是在翻译一段语言，就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把这一段的扑克牌用自己的字典给它组成一段故事，而这就叫做故事法。最好
要说是非常的独一无二，或者说特别的光怪陆离，因为就是越奇怪的故事你才越容易记得住。学会这个方法，同时也能够锻炼我的故事写作能力。可以。那么可能有些人就会问了，就是说记住这么多扑克和数字又有什么用呢？就是说我也不去参加比赛，对不对？我们的人脑就是说在通过你不断的学习一项技能之后，它是会被改变的。所以说我们小时候学东西是最快的，因为小的时候大脑是最容易被改变的。那么改变之后又有什么用呢？当你学会这些记忆技能之后，它们不仅能加强你的短期记忆的容量和那个时长，它们还能加强你的工作记忆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以后吵架大概率可以吵赢。那除此之外的话，就还有说关于长期记忆的事情，以及像是记忆宫殿，那个我们就下次再说。就是开了个新坑的意思是吧？